大家好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就是说我昨天晚上睡得比较好，然后我今天上午呢，由于疲惫，所以基本没怎么动。但是你看我这个中午 check 自己飞币的时候呢，发现它这个步数呢变成了1000多步。我今天绝对没有在家里走1000来步，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说它是绑在手上，在我炒菜的时候走了1000多步。那我打算怎么解决一下它呢？绑在脚上，现在说干就干。现在已经1天1夜过去了，那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？我已经同步了一下。首先，它确实能够比较准确的这个监测你的心率，即使我戴在脚上，它监测的心率跟我戴在手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。比如说昨天晚上它测出我的这个静态心率呢是56，我平时大概也是这个数。比如说，前几天戴在手上的时候，周4是55，周3是57，周5的这个呢是56，所以心率上来说呢，它记录的还是蛮好的。另外，我发现它有一个好处呢，就是说，由于我不戴在手上，我就没有那种有的时候不舒服，经常想把表从手上摘下来这种冲动。因为它戴在脚上，我就能一直戴着它。于是我第一次测到了我全天的这种心率，从12点开始，然后这是测了12个小时。能明显的看到有一个上升再下降这么一个趋势，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上午9点左右和下午2、3点左右会有心率的一个高峰，可能这2个时候是用来干活最好的时候。但我以前呢，因为经常戴在手上，所以并不是说是全天戴着它，就并没有发现这么一个规律。比如说我前面这几天基本上没有一天是全天戴着的。Fitbit 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把它放下来的时候，它这个后面这个感应器，它你即使没有贴着你的皮肤，它也在测一个什么东西，有时候就测出一个很高的心率，这显然是不对的。回归正题呢，就是说你看我前面这些天基本上很少有说我全天会戴的，有的时候白天起来，有的时候会记录一下晚上睡眠的情况和运动时候的情况。那白天工作的时候呢，我可能就不会戴这个手表了，所以这样你对你的心率呢就没有一个完全的把握。但如果戴在脚上，它可能负担没有那么重，所以呢，它昨天还记录了我这个全部的心率过程，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收获的。那至于说睡眠的部分呢，那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，因为你可以看到它依然非常完好的记录了我的这个睡眠的整个过程。比如说我昨天是11点半入睡的，然后2点半醒了一次，后来到4点才睡着。比如说它这个依然能记录这个深度睡眠啊、浅度睡眠啊，还有你的这个呼吸、心率和这个含氧量。但是呢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脚上戴着Fitbit的缘故，半夜睡觉的时候，不知道我特别留意还是怎么样，有一阵儿很想摘下来，但是大半夜的在想到自己做视频也不容易，所以最终还是戴在脚上睡了过去。可是你看它其实如果没有半夜醒来这一下呢，它的记录还是可以的，跟普通的这个记录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。所以呢，如果习惯戴在脚上的话，我觉得它记录睡眠也毫无问题。再来看这个步数的问题，昨天我不是就是因为它这个步数在上午给我显示，我走了1000步，但其实我上午基本上没动嘛。然后那中午我把它摘下戴在脚上之后呢，它到今天为止显示我昨天到今天嘛，走了3000步。我觉得这个有一定道理，因为下午呢，我就进行了一些运动，然后收拾家务什么的，确实是走了不少步。但我们知道这个 Fitbit 它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计步器，可能 Apple Watch Series 也是这样，就是它特别的敏感，它有可能记录的不是你的那个真实的步数，而是你的手臂摆动呀，或者是你的无意间的一些，比如说你写字都有可能会触发它记录你这个步数。至于说绑在脚上，我觉得因为呢，就是说你的脚不像你的手一样有各种各样的操作，上楼的这个次数也是正确的。那总结来说呢，我感觉如果你是要测你的心率呢，把Fitbit戴在脚上也是没什么问题的。测你的睡眠质量呢，因为它大部分都是你根据你的心跳、呼吸、节奏这些来判断你的睡眠质量的。所以如果我觉得哪天你真的厌烦了，想把Fitbit戴在脚上，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